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日本著名医生连田实所著的《医生花50年才总结出来的长寿饮食法》。连田医生行医超过50年，不仅长期站在医疗第一线，更持续研究日本长寿地区居民的饮食与生活方式。他将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和实践成果浓缩成一套人人都能做到的长寿饮食法，希望帮助大家不用依赖昂贵的保健品，也不用采用极端的节食方式，仅靠每天的1日3餐，就能让身体越来越健康，延缓衰老，提高晚年生活质量。很多人认为长寿靠的是遗传，其实研究发现，真正影响寿命的是每天1点1滴累积起来的生活习惯，而饮食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本书围绕5个关键词展开，它们分别是筋、肌肉、骨、骨骼、血、血管、脑、大脑、肠、肠道。作者认为，只要能够同时照顾好这5个器官系统，即使年龄不断增长，也依然能够保持身体灵活、思维清晰，拥有真正健康而幸福的晚年。首先是第一部分，长寿的关键词：筋、骨、血、脑、肠。50年前，连田医生来到日本长野县工作。当时的长野县并不是今天人人羡慕的长寿县，而是全国脑卒中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居民普遍高盐饮食，高血压患者很多，平均寿命也并不突出。为了改善居民健康，连田医生和当地医疗团队长期开展健康教育，大力推广减盐、均衡饮食、规律运动等健康生活方式。他们没有依赖特殊药物，而是从居民每天吃什么、怎么吃开始改变。几十年后，成果令人惊讶。2010年，长野县男女平均寿命双双跃居日本第一，直到今天仍然被认为是日本著名的长寿地区。作者总结发现，真正让人长寿的，不是某一种神奇食物，而是长期坚持正确的饮食习惯。为了帮助更多人，他每个月都会举办不勉强也能健康长寿实践班，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连田塾。课程中分享的内容大多数都是普通家庭也能轻松做到的方法，因此深受欢迎。而整套理论都围绕着筋、骨、血、脑、肠这5个字展开。一筋，肌肉是长寿最重要的资本。很多人随着年龄增长，最先衰退的并不是心脏，而是肌肉。研究发现，40岁以后，人体肌肉平均每年减少约1%，到了60岁以后，流失速度还会进一步加快。如果长期缺乏运动，蛋白质摄取不足，肌肉流失会更加明显。肌肉减少不仅意味着力量下降，更会导致一种被称为衰弱的状态。进入衰弱阶段的人，容易跌倒、骨折、卧床，甚至失去独立生活能力。因此，连田医生把补充蛋白质放在整个长寿饮食法的第1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早餐的蛋白质利用率最高。经过1夜睡眠，身体正需要营养来修复组织，此时摄入蛋白质，更容易合成新的肌肉。作者建议，每天摄取约每公斤体重 1.2 克蛋白质。例如，体重60公斤的人，每天应摄取约72克蛋白质。优质蛋白来源包括鱼类、鸡肉、牛肉、鸡蛋、豆腐、纳豆、牛奶、酸奶、奶酪。除了3餐均衡摄取之外，也可以把酸奶、水煮蛋、奶酪作为下午的小点心，让身体持续获得蛋白质供应。只有每天坚持补充，才能真正留住肌肉，为老年生活打下基础。2、骨骼决定晚年是否还能自由行动。很多老人不是因为疾病失去生活能力，而是因为一次骨折。骨质疏松已经成为全球老龄化社会最常见的问题之一，尤其绝经后的女性，由于雌激素下降，骨量流失速度明显加快。统计显示，日本约有1280万人患有骨质疏松，其中60岁女性每5人就有1人患病，70岁以上女性更达到1/3。为了保护骨骼，仅仅喝牛奶是不够的。作者建议从4类食物中均衡补钙：奶制品、大豆及豆制品、绿叶蔬菜、小鱼、海藻，尤其是整条食用的小鱼，如文子鱼、小银鱼等，不但富含钙，还含有维生素 D， 有助于钙的吸收。与此同时，还要避免过量摄取磷、方便食品、加工食品、碳酸饮料、
零食中通常含有较多磷，摄入过多会影响钙的利用，增加骨质流失风险。补钙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每天一点一点持续积累。三血，年轻的血管决定真正的寿命。医学界一直流传一句话：人不是随着年龄衰老，而是随着血管衰老，血管越健康，身体各个器官获得的氧气和营养就越充足。而损伤血管最大的敌人就是高盐饮食，长期摄入过多盐分会导致血压升高，加速动脉硬化，增加中风、心肌梗塞等重大疾病风险。因此，减盐是长寿饮食中不可忽视的一步。不过，作者强调，减盐并不是让食物变得难吃，而是学会利用其他食材增加风味。例如，用醋代替部分酱油，使用香辛料、胡椒、生姜、大蒜增加香味，利用牛奶提升料理的鲜味。此外，还要多吃富含钾的蔬菜和海藻，钾能够帮助身体排出多余钠，维持正常血压，对于高血压患者尤其有帮助。四脑，饮食决定认知能力。很多人以为认知症只是年龄增长后的自然现象，其实越来越多研究发现，它与糖尿病、高血压一样，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疾病。换句话说，只要尽早改善饮食和生活习惯，就有机会延缓认知功能下降。作者建议经常食用青背鱼、青鱼、秋刀鱼、沙丁鱼、核桃、杏仁、亚麻籽、紫苏籽、芝麻，这些食物富含 DHA、EPA 以及 Omega-3 脂肪酸，有助于维持脑细胞正常功能。另外，每天至少吃350克蔬菜，各种颜色不同的蔬菜水果含有丰富的多酚、维生素 C 和抗氧化成分，可以减少脑细胞受到自由基损伤。作者还特别推荐碳水最后吃的方法，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再吃米饭或面食，可以减缓血糖上升速度，减少慢性炎症，对保护大脑十分有帮助。五常，健康的起点，也是长寿的关键。近年来，肠脑轴成为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科学家发现，肠道拥有约1亿个神经细胞，通过迷走神经与大脑密切联系。难怪人在压力大时会胃痛、腹泻，而肠道菌群失衡时，也容易焦虑、失眠、情绪低落。作者认为，保护肠道就是保护整个身体。改善肠道环境的方法其实很简单：第一，多吃蔬菜和膳食纤维；第二，坚持每天摄入纳豆、味噌、酸奶等发酵食品；第三，尽量食用不同品牌、不同地区生产的发酵食品，让更多不同种类的益生菌进入肠道，提高菌群多样性。除此之外，规律吃早餐、晒晨光，也能够调整生物钟，让肠道蠕动更加规律。接下来是第二部分，盐田氏长寿饮食法的4大秘诀。第一招，味噌球早餐法，让早餐成为一天健康的开始。盐田医生认为，很多中老年人的早餐过于简单，有的人只喝一杯咖啡，有的人只吃一片面包，甚至还有不少人为了减肥或赶时间而直接不吃早餐。然而，经过一整夜的睡眠，身体已经消耗了大量能量，此时正是补充营养、促进肌肉合成的黄金时间。如果错过了早餐，不仅容易造成蛋白质摄取不足，还会影响一天的新陈代谢。因此，作者特别推荐一种既简单又方便的方法——味噌球早餐法。制作方法非常简单，提前将适量味噌、低盐高汤粉与自己喜欢的配料混合在一起，按照一餐的分量，用保鲜膜分别包好，放入冷冻室保存。每天早晨，只需要拿出一份放进碗里，倒入热水，一碗热腾腾的味噌汤几分钟内就能完成，非常适合忙碌的上班族和中老年人。在配料方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搭配，例如加入青鱼罐头、奶酪、黄豆、豆腐、菠菜、小松菜、海带、蘑菇等食材，不仅味道鲜美，还能让一碗味噌汤同时拥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这样的一碗味噌汤就能够提供约10至15克优质蛋白质，既能帮助修复肌肉，又能提高身体免疫力，同时还能摄入发酵食品和蔬菜，对肠道健康也非常有帮助。作者认为，与其依赖昂贵的营养补充剂，不如每天坚持这样一碗简单的味噌汤，更容易长期坚持，也更符合日本传统饮食文化。
对于预防肌少症、增强体力、延缓衰老来说，这是一种既经济又有效的方法。第二招，豪华味噌汤，一碗汤满足全身的营养需求。很多家庭喝味噌汤时，只放一点豆腐或海带，把它当作普通配汤。但连田医生认为，如果能够改变一点做法，味噌汤完全可以成为一道营养丰富的主菜。他的建议是，把各种健康食材尽可能放进同一碗味噌汤里，让一碗汤就能满足人体多方面的营养需求。例如，可以加入胡萝卜、南瓜、卷心菜、洋葱、香菇、菠菜、小松菜等各种蔬菜，再搭配鸡蛋、豆腐、纳豆、青鱼、鸡肉或少量培根等优质蛋白来源。这样不仅颜色丰富、味道鲜美，也能够让家人更容易摄取足够的蔬菜。作者特别提到，自己很喜欢在味噌汤中加入少量培根。虽然培根本身不是健康食品，但少量使用能够增加鲜味，使整碗味噌汤更加可口，也能减少额外添加调味料，自然达到减盐的目的。除此之外，蔬菜中的钾能够帮助身体排除多余的钠，有助于控制血压。味噌作为发酵食品，可以改善肠道菌群。鸡蛋和肉类能够补充蛋白质，各种蔬菜中的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则有助于保护血管和大脑。可以说，一碗精心制作的豪华味噌汤，同时照顾到了肌肉、骨骼、血管、大脑和肠道5大健康支柱，是最具代表性的连田式长寿料理。第三招，4群2群补钙法，每天轻松补足骨骼所需营养。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量会逐渐流失，特别是女性进入更年期后，由于雌激素减少，骨质流失速度明显加快，因此骨质疏松成为许多中老年人面临的重要问题。很多人认为补钙就是喝牛奶，其实钙的来源远远不止这一种。连田医生提出了简单易记的4群2群法则。所谓4群，就是每天尽量从以下4类食物中摄取钙质。奶制品，例如牛奶、酸奶、奶酪；大豆及大豆制品，例如豆腐、豆浆、纳豆；各种绿叶蔬菜，例如小松菜、菠菜、西兰花；鱼类及海藻，例如文子鱼、小银鱼、海带、裙带菜等。每天至少选择其中2类食物食用，就能够让补钙变得更加轻松，也能够获得更均衡的营养。作者提醒大家，不必每天拿着计算器计算摄入了多少毫克钙，也不用因为偶尔少吃了一点而感到焦虑。真正重要的是养成长期坚持的习惯，只要每天都能有意识地摄取这些食物，身体自然会逐渐满足对钙质的需求。同时，适当晒太阳，增加运动，也能够帮助维生素 D 合成，提高钙的吸收效率，让补钙事半功倍。第4招，每天350克蔬菜，最简单却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习惯。连田医生认为，现代人的饮食问题，并不是肉吃的太多，而是蔬菜吃的太少。蔬菜不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还含有各种天然抗氧化物质，能够降低慢性炎症，保护血管、大脑和肠道，对预防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等慢性疾病都有重要作用。作者建议，每天最好摄取350克蔬菜，如果平均分配到3餐，大约每餐需要吃2大把生蔬菜。当然，很多人工作忙，胃口小，很难做到每餐都吃这么多，因此作者也提供了一些简单实用的方法。例如，每天早晨可以自己制作一杯蔬菜汁，把胡萝卜、小松菜、卷心菜、西红柿等蔬菜切块后，与牛奶一起放进搅拌机中打碎饮用，这样既能保留丰富的膳食纤维，也能够一次摄取大量蔬菜。如果觉得自己当天吃菜仍然不足，还可以在每顿饭中增加2颗小番茄，虽然看起来只是小2颗，却能够在不知不觉中增加蔬菜摄入量。而且小番茄富含番茄红素和维生素 C， 对于抗氧化、保护血管和延缓衰老都有帮助。另外，像前面介绍的豪华味噌汤，也是补充蔬菜最简单的方法之一。一碗汤里加入5、6种蔬菜，不知不觉就能完成一天蔬菜摄取量的一大部分。关键并不是一天一定要吃到350克，而是让自己每天都比昨天多吃一点，长期坚持，健康自然会慢慢发生改变。读完整本连田式长寿饮食法，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真正的长寿。其实没有捷径。连田医生从医50多年，看过无数病人与长寿老人，他发现那些真正健康长寿的人，并没有什么神奇的秘方，也很少依赖昂贵的保健品，他们只是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着一些看似普通却非常重要的生活习惯。每天多吃一点优质蛋白质，让肌肉不轻易流失；每天多补充一点钙，让骨骼保持强健；每天多吃一些蔬菜和发酵食品，让肠道菌群更加健康；每天少放一点盐，让血管保持年轻；每天坚持一碗热腾腾的味噌汤，让身体获得均衡而丰富的营养。这些改变看起来都十分微小，甚至一天、一个星期都很难看出明显效果。但是，当这些健康习惯坚持1年、10年、20年之后，它们带来的回报却是巨大的。作者也不断提醒我们，长寿的意义，并不是单纯把寿命延长几年，而是在高龄时依然拥有良好的生活品质。希望到了80、90岁，我们仍然能够自己起床、自己做饭、自己散步，能够和家人愉快地聊天，保持清晰的思维和独立生活的能力，而不是长期卧床，依赖别人照顾。健康，并不是某一天突然获得的礼物，而是每天每一顿饭、每一个选择，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结果。从今天开始，只是多吃一份蔬菜，多喝一碗味噌汤，多吃一个鸡蛋，少放1勺盐，这些微不足道的小改变，就正在悄悄改变未来几十年的健康轨迹。真正的养生，从来不是追求完美，而是坚持做好每一个今天。当健康成为一种习惯，长寿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水到渠成的结果。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真正的长寿并没有什么神奇的秘诀，它不是依靠昂贵的保健品，也不是严格的节食或复杂的养生方法，而是从每天的1日3餐开始，通过一点点简单而持续的改变，慢慢累积健康。无论是增加优质蛋白质，补充足够的钙，多吃蔬菜和发酵食品，还是减少盐分，调整进食顺序，这些方法都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和金钱，却能长期守护我们的肌肉、骨骼、血管、大脑和肠道，让身体保持更好的状态。作者始终强调，健康长寿的目标，不只是活得更久，而是活得更有品质。希望我们到了80、90岁，依然能够自己走路、自己做饭，思路清晰，与家人朋友愉快交流，继续享受生活中的每一天。这种有尊严、有活力的晚年，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长寿。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